17年2月13日，马来西亚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上午9点05分，一个背着双肩包、肚子微微发福的中年男人独自走向自助值机柜台。他叫金正男，是朝鲜开国太祖金日成的长房长孙，朝鲜现任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大哥。突然，两个年轻女孩从两侧包抄过来，一个叫段世香的越南女孩从身后抱住他的头，把涂满液体的双手捂在他脸上，整个过程大约7秒。接着金正男踉跄着走向机场服务台求救。金正男死因是 VX 神经毒剂，是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管制物质，杀伤浓度仅需皮肤接触10毫克。两个底层女孩被朝鲜特工骗了，以为在录制一档整蛊真人秀节目。段世香的报酬只有大约90美元，而策划和执行暗杀的4名朝鲜国家安全部特工，当天上午飞离马来西亚，全身而退，无一受到追究。法医在金正男的随身背包里搜出了大约12万美元连号现金、8种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及12支阿托品注射器。这是 VX 神经毒剂的专用解毒药。他早就知道有人要杀他，随身带着救命药。根据2019年6月10日《华尔街日报》的独家重磅披露，金正男不仅是中国常年豢养的战略资产，他还秘密成为了美国 CIA 的线人。就在遇刺前几天，他从澳门飞到马来西亚，2月8日在兰卡威岛一家酒店会见了一名韩裔美国人。马方后来认定这人就是美国情报人员，一个同时被中美两国情报机构盯着的男人，在异国机场被自己亲弟弟派来的杀手用化学武器抹掉了。而整个国际社会除了发几份声明之外，什么都没做。我是张狗剩，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给你讲讲金家王朝的王位之战。这是一个关于恐惧如何代代遗传，关于备胎如何成为催命符，关于一个核武家族如何把全世界最大的几个玩家耍得团团转的故事。西吧，把那个张狗剩给我逮过来。收到，思密达。谁呀？您好，是张狗剩先生吗？您上期的视频得奖了，请您来平壤领奖，奖金5个亿。啊，我知道我节目不错，但是你们这么大方啊，5个亿，发财啦！人呢？没人迎接我啊！嘿，朝鲜人民还是挺热情的，这颁奖地方有点独特啊。哎，你干啥？你拿棍子干啥？就你叫张狗剩是吧？啊？喜欢黑将军是吧？想领奖是吧？你知道该怎么做吧？将军万岁！朝鲜人民共和国万岁！将军万岁！别停哦，不忠诚的就该吃子弹了。将军万岁！朝鲜人民共和国万岁！将军万岁！朝鲜人民共和国万岁！在这个星球上最封闭的国家，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操作系统，就是一条被无限神化的染色体，官方叫白头山血统。你姓金，你爹姓金，你爷爷也姓金，你身上的 DNA 能一路追溯到长白山密营里那个打游击的太祖金日成，你就是这片土地上活着的神。但这套基因治国的中世纪操作系统有一个致命 bug， 独裁者也是人，也有7情6欲，也会有不止一个女人和不止一个儿子。神性一旦在染色体里分叉，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丛林里，就绝对没有什么兄友弟恭。只要你身上流着白头山的血，但没坐在那把唯一的椅子上，那你的优秀就是一张提前签发好的死刑判决书。不过光靠血统是坐不上那把椅子的，真正决定谁能活到最后的，是一场更隐秘的竞赛。你怎么构建合法性？你怎么让老爸点头？你怎么抢在别人之前控制住那台叫做组织指导部的中央处理器？这才是金家每一代权力交接的核心。而吉隆坡机场那具尸体告诉我们的，远不止骨肉相残，它背后是3代人70年的恐惧链条。而链条的另一头，在鸭绿江对面，北京。我先把金家那张浸透鲜血的死亡家谱理清楚，因为有太多置信度不高的私生子故事，难辨真假。狗剩还是捡重要靠谱的家庭成员说，第1代建国太祖金日成，他有2任妻子，原配金正淑，陪着他在东北抗联吃过血打过仗的革命伴侣。他1949年病逝，留下了一个改变半岛历史的儿子金正日。再说即使金圣爱，她是个精明强干的体制内女强人，给老爷子生了另一个儿子金平一，这就埋下了金家第1轮夺嫡战的引信。第2代金正日上位后女人无数，但真正把金家带入第3代修罗场的是2个女人。第一个是程慧琳，朝鲜顶级电影明星，比金正日年长好几岁，结过婚，生下了长子金正男。第2个是高容基，日本大阪归侨万寿台艺术团的舞蹈演员，
在朝鲜的成分等级制度里出身极差，但却生下了改变朝鲜命运的三兄妹：次子金正哲、三子金正恩以及小女儿金宇正。第三代呢，一个是金正男在海外留下的儿子金韩松，他是长房长孙，自带正统光环，现在被 CIA 藏在某个角落里；另一个是金正恩正在火急火燎推到台前的小女儿金主爱。家谱理清楚了啊，但现在先回到源头，说一下金家那种歇斯底里的恐惧到底从哪天开始的。1956年8月30日，平壤，朝鲜战争结束才3年，几十万志愿军的命刚刚填进去，保住了金家的江山。按照正常逻辑，中朝关系应该是铁哥们儿，永远的好兄弟，但政治的底层从来都是利益和猜忌。当时朝鲜党内有2拨人，一波是当年在延安跟着八路军打过仗的延安派，代表人物崔昌义、尹公钦，这是亲中力量；另一波是在苏联留过学的莫斯科派。那时候赫鲁晓夫刚在苏共20大上把斯大林的黑历史全部公开挖了出来，接着反个人崇拜的风很快吹到了平壤。这2拨人一合计，觉得金日成搞个人崇拜太过分了，决定在劳动党3届2中全会上联合发难，但他们严重低估了这个草莽游击队长的手腕。根据威尔逊中心公开的解密电报，金日成事先把全会从8月2号推迟到了30号，故意只提前1天通知与会代表，打了反对派一个措手不及。会议一开，反对派崔昌义试图批评金日成集中权力，金日成的心腹立刻冲上去破口大骂，麦克风被强行切断。当天夜里，尹公钦等几个延安派高官闻到了血腥味，连夜抢了吉普车，越过鸭绿江逃到了中国。这事传到北京，中南海震动，毛泽东当时极其不满，当着苏联特使的面说了一段更狠的话，大意是金日成发动了那场愚蠢的战争，他本人也表现平庸，现在居然还搞独裁清洗。于是中苏联首交做人，彭德怀和聂荣臻代表中方，米高扬代表苏方，2大特使直接飞到平壤，2个大国把金日成按在桌上，逼他召开全会检讨，恢复所有反对派的党籍和职务。金日成当着彭老总的面一口答应，然后呢，彭德怀和米高扬前脚坐上飞机，金日成后脚就撕毁了所有协议。他不仅没有恢复反对派的党籍，反而发动了更残酷的大清洗。沈志华教授的研究发现，58年至59年，延安派和莫斯科派在朝鲜被彻底连根拔起。根据波兰方面的档案，约3000名官员遭到清洗，而那些冒死逃到中国的15名朝鲜高级干部呢？沈志华在四川和山西省的档案中发现，为了修补中朝关系，安抚金日成，中国最终也妥协了，他们被从北京和沈阳转移到内陆省份，以反朝鲜劳动党宗派分子的名义遭到严密监控，有的甚至被关押，直到1981年才被平反。这里插一句，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些令人窒息的细节，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沈志华教授。他在1995年用个人积蓄140万人民币从俄罗斯购入了34卷解密苏联档案。他跟夏亚峰合著的《被误解的友谊》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学术著作，我推荐给大家。8月宗派事件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后续，就是金日成通过1957年5月30日的决议，发动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全民规模的政治审查，对全国每一个成年人的政治背景进行评估，这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成分制度的原型。从此朝鲜社会被分成了3大阶层，51个类别，你爷爷在日据时代干过什么，你姥爷跟延安派有没有交集，全部记录在案，决定你和你子孙后代一辈子的命运。一个1956年的权力斗争催生了一套控制2500万人的种姓制度。1956年这一刻，他在金日成的政治基因里刻下了一条永不磨灭的铁律：外部大国，尤其是鸭绿江对面那个老大哥，随时可能利用你党内的人来控制你。你的盟友不是你的朋友，你的战友随时可能变成别人的棋子，甭管他是开国老臣、同胞兄弟还是亲生骨肉，只要你有可能成为北京手里的备胎，你就必须死。而中南海在这个局里就像一个被流氓创业公司套牢的风险投资人，明知这家叫朝鲜的公司财务造假、管理混乱，还动不动拿核武器搞勒索，但沉没成本太高，一旦平壤崩盘，美韩联军的装甲车能直接开到鸭绿江边，这是终极地缘噩梦，所以只能捏着鼻子继续投钱续命，同时暗中培养备胎，以防万一。北京手里还攥着一根脐带，从大庆油田经丹东通往新义州的输油管道，1975年建成，每年输送50万吨原油，占朝鲜原油供应的90%。所以北京的算盘是，我虽然控不了你，但我可以养着你，同时握着备胎，万一你出事，我手里有牌。这套地缘风投对冲策略，金家看得一清二楚，它成了3代人骨肉相残的催化剂。这条铁律一旦刻进 DNA， 就像病毒一样代代遗传，而它在第2代身上的运作方式比第1代更加精密，也更加阴狠。朝鲜官方的神话说，金正日诞生于白头山密营，伴随双彩虹和新星天降。然而根据安娜·菲菲尔德在《伟大的接班人》里引用的苏军解密档案，真实情况是这样：
1941年，金正日出生在苏联远东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苏军第88独立步兵旅军营。小时候有个地道的俄文小名叫优拉。大家脑补一下金正日这个人啊，身高1.6米出头，常年踩着夸张的厚底内增高鞋，顶着大波浪蓬松卷发，沉迷好莱坞电影。为了拍电影，他甚至能下令特工跑到香港，把韩国国民女星崔银姬和天才导演申相玉直接绑架到平壤。这个人在权力斗争中展现出的手腕堪称教科书级别。他用了将近20年时间，完成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血淋淋的夺权。金正日面对的第一个真正对手是他的亲叔叔金英柱，金日成的亲弟弟，是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朝鲜的实际2号人物。金英柱掌控着劳动党组织部这个核心要害，在朝鲜的体制里，组织部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事部加中纪委，谁控制了它，谁就捏住了全朝鲜所有高官的人事任免和生杀大权。金正日怎么干的？他没有跟叔叔正面硬刚，他1964年从金日成综合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委员会，先在宣传鼓动部扎根，然后1967年5月用了一招釜底抽薪，在劳动党4届15次全会上，跟着父亲一起发动了对假山派的清洗，朴金哲、李孝纯、金道满等一批人被拿下。这次清洗表面上是打击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实际上被清洗的人恰恰是金英柱的核心盟友。1973年9月，金正日完成了致命一击，他从叔叔金英柱手里夺走了党组织书记的职务，同时掌控了组织指导部和宣传鼓动部2大核心机构。组织指导部从此成了朝鲜权力的真正枢纽，他控制着所有党员的私生活档案，管理全部关键人事任免。1974年2月，劳动党5届8中全会，金英柱被金日成公开批评并降职，金正日被选入政治局并被确立为接班人。2个月后的4月14日，金正日抛出了那份后来统治朝鲜半个世纪的终极武器，确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的10大原则。这10条原则由金正日和后来叛逃韩国的党内理论家黄长业共同起草，核心中的核心是第10条里加入的4个字：代代相传。这4个字把世袭制从潜规则变成了明文法律，10大原则的法律效力甚至高于宪法，每个朝鲜公民必须逐条背诵。搞定了叔叔，接下来是弟弟金平一。金平一年轻时身高1.8米，剑眉星目，穿上笔挺军装，简直就是年轻版金日成。他毕业于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母亲金圣爱权倾一时，但金正日已经控制了组织指导部，等于控制了一切。到1976年金圣爱失势，1979年金正日把金平一踢出平壤，发配到南斯拉夫当武官，从此流放40年，辗转6国。根据彭博社报道，他在波兰当了17年大使，精通6种语言，但在使馆里就只是个吉祥物。为了活命，他必须把锋芒和智商彻底踩进泥土里，装成废物。直到2019年，侄子金正恩才允许这个满头白发的65岁老头回到平壤。从金正日的夺权路线图里，我们可以提炼出金家权力斗争的核心逻辑：血统只是入场券，真正决定谁坐上椅子的是谁先控制了组织指导部这台集权机器的中央处理器。这个密码在第3代会再次上演，而且更加血腥。金正日靠流放弟弟架空叔叔锁死了王座，但他那笔混乱的风流烂账给第3代埋下了超级连环雷。真正决定今天半岛政治版图的是2个女人的子宫。第一个女人是陈慧琳，她曾是朝鲜顶级的电影明星，金正日对她疯狂迷恋，甚至强行逼迫她与前夫离婚。但在最高领袖金日成眼里，女方年纪大，有过婚史，是绝对无法容忍的致命缺陷。正因如此，这段关系只能见不得光。1971年，长房长子金正男降生，金正日为了瞒住父亲，像做贼一样将母子俩藏匿了好几年，这就导致金正男度过了一个畸形、奢华却形同软禁的童年。他表哥李含英在回忆录中爆料，金正男吃的每一粒大米都要经过人工筛选，形状颜色稍不达标便会被直接扔掉。这种常年见不到阳光、极度压抑的地下生活，最终彻底击垮了陈慧琳。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被迫远赴莫斯科疗养。正是这第一任后宫的因病退场，给第2个女人让出了权力真空。高荣基出场了。前 CIA 朝鲜情报官、布鲁金斯学会的朴正炫在成为金正恩里扒过高荣基的出身。1952年生于日本大阪鹤桥，60年代通过归国运动回了朝鲜。2025年，日本记者武卫洋治的调查更披露一个细节：他父亲曾在给日本帝国陆军制作军服的工厂工作，天天把白头山抗日血统挂在嘴边的伟大接班人亲外公居然给日本皇军做衣服，这事放在平民身上，全家都得进收容所。但高荣基极具政治嗅觉，他知道出身低微，如果金正男上位，他和儿子们绝对没好下场。根据 NK Leadership Watch 的资料，2002年至2006年间，朝鲜官方出现超过150篇以他名义署名的文章。2003年，人民军宣传他为对敬爱的领袖最忠诚的尊敬的母亲。他给金正恩起了内部代号小晨星大将。金正日熬夜批公文，他端茶倒水；下部队他穿军装贴身陪同。
成功在高层中培植了势力。更厉害的是，他精准抓住了金正男的死穴，彻底终结了长房一脉。金正男被废不是因为2001年东京迪士尼事件那么简单，当然迪士尼事件也和高荣基有关。时代杂志报道过传闻，是高荣基一方故意向日本当局泄露了金正男行踪。金正男的真正死穴是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日本记者五味洋治在父亲金正日与我收录的150多封秘密电邮显示，他自称资本主义青年，多次向父亲上书，要求效仿中国搞改革，甚至批评3代世袭，这踩到了终极红线。于是金正男被彻底褫夺储君之位，流放到了中国澳门。随着金正男被踢出权力中心，他背后那一脉的亲人也迎来了最凄惨的终局。母亲陈慧琳于2002年孤独客死莫斯科，那位敢于写书爆料他畸形童年的表哥李寒英，也早于1997年在韩国遭到朝鲜特工爆头暗杀，案件至今悬而未决，至此长房一脉彻底凋零。老二金正哲呢，御厨藤本健二说金正日评价他太像个小女孩了。NK Leadership Watch 发现2000年那个时候，朝鲜的母亲宣传运动最初是推金正哲上位的，但因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很快烂尾。在先军政治的朝鲜，弹吉他的文艺青年活不过几集，于是王座落在了老三金正恩手里。这是整个故事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排行老三的男丁，母亲还是朝鲜成分金字塔里最底层的日侨，他到底怎么逆天改命的？如果说金正日的夺权是一场20年的暗战，那金正恩的上位就是一场突围。他没有金正日那样充裕的时间去一步步渗透体制，也没有金平一那样一眼就让老太爷觉得是自己年轻时翻版的外形优势。他唯一的武器是一个母亲的拼死运作和一种让他父亲感到似曾相识的性格特质。金正恩上位分3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说错了，第一步性格碾压。藤本健二回忆，金正恩8、9岁打台球时，突然用极度阴鸷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他说这孩子从小好勇斗狠，仅仅打篮球输了就暴跳如雷，用头撞墙。11岁腰间就别着科尔特45手枪，打篮球时指挥哥哥金正哲跑位，就好像弟弟才是哥哥。金正日看着这个戾气极重的小儿子，说了一句：“这孩子像我。”第2部瑞士磨刀。1996年8月，金正恩被送到瑞士伯尔尼，先在国际学校化名朴哲，接着1998年秋天转入科尼茨镇公立学校，化名朴恩。同学回忆他融入很好，勤奋上进，但极度讨厌书。他穿 AJ， 爱看成龙电影。2000年突然回国，进入金日成军事综合大学学习约5年，然后在2007年前后进入劳动党核心机构，这个机构很可能就是组织指导部或总政治局。还记得前面说的那个密码吗？谁先控制组织指导部，谁就赢。第3步是3年突击。2008年8月，金正日的中风是决定性的加速器。当他2009年重新露面时，明显消瘦憔悴。金正日用了20年才完成的接班布局，金正恩必须在3年内跑完。布局速度令人窒息。2009年初，金正日发布内部指令，确认接班人。年中，金正恩获英明的同志称号，跟金正日接班前一模一样。2009年6月，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负责人，这个位置让他直接控制了朝鲜的秘密警察系统。2010年9月27日，关键时刻到了，金正恩在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情况下被授予4星大将军衔，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是官方媒体第一次提到他的名字。10天后的10月10日，他在一场大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到2011年2月，他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实际上的2号位置。金正日花了20年从宣传部起步，一步步吞噬组织指导部，最终在1974年才被确立为接班人。而金正恩从获得英明的同志称号到父亲去世，前后只有2年半。2年半里，他要做金正日20年做的事。时间不够怎么办？金正日给他安排了几位辅政大臣，其中最重要的3位是李英浩、张承泽、崔龙海。但独裁体制里的辅政大臣从来都是最危险的角色，帮你稳住局面的人，恰恰是对你威胁最大的人。到2014年，7位辅政大臣中有5位已被罢免或降职，其中最惨烈的一个名字就是张承泽。金正恩姑父张承泽控制着劳动党行政部，捏着煤炭、矿产和海鲜出口的经济命脉，是北京在平壤最信赖的总代理人。2012年8月，张承泽带队访华，跟胡锦涛和温家宝会面。后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极其戏剧性的版本，说张承泽在北京向中方提出换马计划，暗示扶植金正男上位，而周永康截获了会谈内容，通报给了金正恩。我花了大量时间追溯信源链条，发现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出现在2017年4月的大纪元时报，他们引用了一个没有机构背景的所谓专家的说法。4个月后，日经亚洲在2017年8月发表了类似报道。之后，天空新闻、每日电讯报等英文媒体全部引用日经，没有一家做过独立核实。如果周永康真向外国政府泄密，那是间谍罪，远比实际罪名严重。但判决书里没有任何关于朝鲜的内容，时间线也对不上。如果2012年8月泄密，为什么等16个月才动手？
CSIS 等主流专家也都没有背书这个说法，所以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很低，真正的导火索朴素得多，也残酷得多。2013年11月，金正恩下令将南浦水产贸易公司的控制权从张承泽的行政部移交给军方。张承泽的副手张秀吉拒绝交权，声称需要张承泽批准。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当军方派人去接管时，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甚至有忠于金正恩的士兵被打死。一个辅政大臣的手下敢跟最高司令官的军队开火，这已经不是权力斗争，这是公开叛乱。当月，张承泽的2名亲信李龙和和张秀吉被高射机枪处决。2013年12月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200多名军政高官正襟危坐，金正恩面无表情坐在主席台上，2名保卫部特工大步走入，像拎小鸡一样把张承泽当场架起拖走。朝鲜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地播出了长达11分钟的完整画面，后排将领惊恐回头，面如死灰的表情成了极权恐怖美学的经典定格。仅仅4天后的12月12日，张承泽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即执行。关于网上流传的犬决故事，根据追溯，这是微博上的讽刺段子，之后被香港文汇报当真后，一路传到新加坡海峡时报、NBC 和纽约每日新闻。朝鲜驻英大使对天空新闻直接否认，不，他是被枪决的。 Okay, some very wild reports that he might have been fed to the dogs. No. Can you clear it up? How was he executed? Was he shot? Well, he was shot to death. 判决书最核心罪名是以50年期限将罗先经济贸易区土地廉价出卖给外国，谁都知道这个外国是中国。判决书里甚至还有一条，金正恩当选军委副委员长时，张承泽不情不愿地站起来，只进行了一半的鼓掌。在平壤，连鼓掌力度不够都是死罪。更恐怖的是家族株连。根据多方交叉信源，张承泽的姐姐的丈夫驻古巴大使，他的侄子驻马来西亚大使，以及侄子的2个儿子，据报道全部被处决。但金正日的亲妹妹张承泽的妻子金敬基没有被清洗。2020年一次晚会上，他再次出现在金正恩身边，证明血统保护伞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效。金正恩用辜负的人头狠狠打了北京一记耳光。你在平壤的总代理人，我说杀就杀，但只要那个最大的备胎金正男还活着，金正恩就一天睡不安稳。于是3年后，也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讲的那一幕发生了，恐惧链条终于合拢了。1956年，金日成清洗了亲中的延安派，金正日用组织指导部架空了叔叔和弟弟，金正恩把姑父处决了，把大哥毒死了。3代人，一代比一代更狠。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呢？父亲遇刺后被自由朝鲜和前海军陆战队员克里斯托弗安护送到台北桃园机场，2名 CIA 人员确认身份后安排他飞往阿姆斯特丹，但他没有从到达口走出来，被从侧门带走了。金正恩当然不可能放弃斩草除根。根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2017年10月，中国警方在北京逮捕了2名涉嫌针对金韩松的朝鲜特工。金正男的血脉还在，只是备胎牌不在北京手里了，而在华盛顿手里。那个什么狗剩做掉了是吧？按照我们朝鲜传统得杀干净呀，思密达。他上线查出来了吧？都弄过来做掉。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是谁啊？这是张狗剩回来了。你们是谁啊？哎，干什么？来人啊！真饿了，真想吃包包。人呢？你们是谁？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不？你谁啊？你们是不是要钱？我钱都打官司去了。你谁啊？快给我放了，要不弄死你！报告将军，就是他俩。是这俩傻子吧？就你2个让狗剩黑我的是吧？今天全给你们犬决了，思密达。哎，总书记，你咋也来了？你咋也在这儿呢？你是想死了是吧？大哥，我前2天喝多了。喝多了就滚呐，找哈梅内伊去吧。现在金正恩修剪完了白头山血统的所有旁支，流放欧洲的金平一老了，主张改革的金正男死了，权倾朝野的张承泽也死了，弹吉他的金正哲在深宫里当着连门都不敢出的隐形人，整个朝鲜只剩他一个太阳。但太阳也有物理极限，这颗太阳的载体是一具超过140公斤、长期抽烟、暴饮暴食、家族有心血管疾病史的肉身。金正恩自己比谁都清楚，他当年作为藏在暗处的小儿子，母亲还是日侨成分，上位时合法性有多脆弱。他更清楚，只要接班人不明朗，内部野心家和外部大国就一定会趁虚而入，所以他开始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节奏向整个体制砸钉子，就是他的女儿金主爱。但这条路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障碍。38 North 的迈克尔马登说得很直白，
金正恩的子女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在至少10年内不需要摄政的情况下就职。10年，这意味着一整个10年的深度不确定性。而为了让所有的政治追光灯干干净净地打在这个10来岁的小公主身上，平壤的宣传机器开始强行清场，就连第一夫人李学主的注意力也要让位给她。李学主本人并非等闲之辈，据 NK Leadership Watch 的资料，他在1984年至1989年之间出生于清金，家族出身政治精英阶层，是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副委员长李秉哲的孙女或侄孙女。他在中国学过声乐，曾是银河水管弦乐团的独唱演员。2005年还作为90人啦啦队的一员到韩国仁川参加过亚洲田径锦标赛。他是经过严格审查后，由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基和姑父张承泽一手撮合嫁给金正恩的。实际婚姻约在2009年缔结，但朝中社直到2012年7月25日才首次公开确认他的身份。这一做法打破了金正日从不公开介绍伴侣的先例。2018年4月，他被升格为尊敬的第一夫人，这是自1974年以来朝鲜首次使用这个头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学主一直保持着高频的公开亮相，但从2024年初开始，他却悄然淡出公众视线，直到2025年6月24日才重新回到镜头前。在他消失的17个月里，金主爱进行了20多次公开活动，取代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出现在各种军事活动、武器测试和外交场合。韩国统一部官员分析，政权可能正在通过大幅限制李学主的媒体曝光，来将聚光灯集中到主爱身上。2025年6月，圆山活动上，金宇正和金主爱同框，但保持距离。金宇正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那个在文在寅面前巧笑倩兮、递交亲笔信的平壤名媛。他可不是个在旁边递笔捧哏的花瓶，他的权力轨迹远比外界想象的更深更早。他从2014年起担任劳动党宣传股东部第一副部长，2017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脱北的前朝鲜驻英公使太永浩爆料，这女人从2007年起就一头扎进了劳动党的核心机构。金正恩所有的造神运动、历次重大会议的幕后大导全是他。金正恩在政治局开会照着念的稿子是他一字一句改的，这不叫妹妹，这叫大内总管兼内阁首辅。2020年6月4日，他就因为韩国往北边飘了50万张传单，先发声明骂脱北者为人间垃圾。6月13日，他直接发出威胁，要不了多久就能看到毫无用处的北南联络办公室彻底坍塌的悲惨场景。3天后的6月16日下午2点49分，朝鲜用数百公斤炸药将韩国花了800多万美元修建的开城联络办公室给炸了。华盛顿老牌智库38 North 在2026年3月30日发表了一份极其硬核的话语分析报告。作者申东赫逐字拆解了他从2020年3月3日到2026年2月13日发表的67份公开声明，将其分为5种功能：工具、预期管理、价值宣示、警告、威胁和战略沉默。比如发现他最长的一次连续沉默，2021年9月25日到2022年4月3日，恰好发生在朝鲜等待拜登和韩国新政府政策明朗化的时期。他在韩国2024年12月戒严危机期间的刻意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战略性的不回应。报告的结论是，它的制度性功能是控制外部观察者如何解读朝鲜的立场，代表金正恩施加公共压力，同时让金正恩本人免于陷入修辞上的过度承诺。每一句脏话、每一次发飙，甚至每个标点符号，全都是经过集权算法精密计算的战略信号工具。他是用嘴当大炮，拿着游标卡尺在精准管理外部世界对平壤的预期。今年2026年2月第9次党代会上，他获得了迄今最重要的晋升——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部长，同时恢复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韩国先驱报分析认为，他将在对外事务中扮演更大角色。这3个女人，一个正在被推上神坛的小公主，一个手握实权、冰冷果断的姑姑，一个在精心编排的出场间隔中来去如风的母亲，构成了金家第4季《权力的游戏》最不稳定的三角结构。而点燃它的引信，可能只需要金正恩那具超载的身体出一次故障。回看这3代人的故事，1958年金日成清洗亲中的延安派，1970年代金正日架空可能被北京利用的弟弟金平一，2013年金正恩处决北京在平壤的总代理人张承泽，2017年金正恩毒死在中国庇护下生活了10几年的大哥金正男。每一代金家掌权者干掉的那个最危险的人，都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家族里跟北京走得最近的那个人，而且手段越来越狠。北京的筹码被一次次拆掉，这个家族就像一株被砍了无数刀的白头山老松，每一刀都让它的根扎得更深，树皮变得更坚硬。而这10年里最大的变量，不是华盛顿，不是莫斯科，甚至不是北京，是金宇正。他从2007年起就扎根在党的核心机构里，19年了。他拥有金主爱所不具备的一切，已被证明的冷酷，对安全机构的掌控力，
以及67份声明里展现出的老练操盘手的政治引力。如果有一天那具超载的身体撑不住了，手握重权的姑姑真的会甘心给10来岁的侄女俯首称臣吗？韩国国情院2024年7月的判断，他可能不会交出权力。还有一张牌，别忘了那个消失在阿姆斯特丹机场被 CIA 从侧门带走的金韩松，他身上流着长房长孙的血。巴黎政治学院的教育，完美的英法双语，父亲金正男留给他的那套资本主义青年的世界观。如果平壤有一天需要一个开明改革者的面孔，他是现成的剧本，只是这次这张备胎牌不在北京手里了，而在 CIA。这个家族用3代人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他们可以接受你的钱，接受你的粮，甚至接受你几10万人的命，但他们绝对不接受你的控制。而那个10来岁的女孩正站在她父亲身边，学着怎样接过这份遗产。她的姑姑站在不远处，眼神冰冷。在他们身后，鸭绿江对面的老大哥正在焦虑地摸着口袋。而在地球某个角落里，一个叫金韩松的年轻人也许正在用流利的法语点一杯咖啡。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用到，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我是张狗剩，咱们下期再见。宇宙在膨胀，没有尽头。人类写下了一串数字，圆周率没有终点。一个是宇宙的无限，一个是数字的无限。我们以为这就是全部，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将军还不完的恩情才是真正的无限。力量，金正恩同志万岁！金正恩同志万岁！